有一说一，虽然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，但是如果无休止的在家里囤积各种用不到的东西，这也不舍得扔，那也不舍得丢，到头来只会换来杂乱无章和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。此外，家里环境总是乱糟糟的，不仅会影响运势，而且还会使人心情烦躁，头脑混乱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网友们的真实反馈以及生活体验，给大家总结出6样中国家庭积攒最多却很少用到的东西，建议尽早做断舍离处理。1、各种塑料袋、购物袋。要我说，生活中最该断舍离的就是囤积最多且很少用到的各种袋子。很多家庭根本意识不到物品过剩带来的危害，无论是商场的购物袋，还是超市的塑料袋，大大小小几百个，塞在厨房或柜子的各个角落，1年半载的用不上几个。长期囤积这些没用的袋子，占地方，显家里杂乱不说，关键是时间一长还会生虫子、招蟑螂，带来卫生环境差以及健康问题。网友反馈香菜花花，我家的购物袋基本都不舍得扔，特别是质量还不错、颜值高的，总觉得哪天会派上用场，但事实上却很少用到。这3大袋购物袋积攒了3年，搬家那天还是全部扔掉了。网友IDII是妈妈奉劝各位姐妹，袋子可以留，但一定要适度，给自己一个度线，比如可以学我家，装满这个网兜，剩下的就不要留了。毕竟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才能留出更多装快乐的地方。2、过期的药品、保健品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现代人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身体的保养，所以多数家庭都会囤积一些钙片、鱼油之类的保健品，林林总总加起来可能会有20-30种，每天不可能按时全部吃一遍，最后便囤积在家里过期。还有生病问诊时，在医院带来没吃完的药，大概是觉得自己病情好转就不再吃了，但是却舍不得丢，想留着也许以后可以吃。我劝你别这么做，是时候该整理丢弃了，因为不管是药品还是保健品都有保存期限，过期药品会有什么害处真的说不准。网友反馈房姐医妹，国人都有在家囤药的习惯，特别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，常用药更是家中必备，但是这就存在药品大量过期的问题，不小心服用危害极大，建议务必要做定期检查，过期的尽快投放带家附近的药品回收箱。3、各种空罐子、空杯子。我真的不能理解，要说老一辈人喜欢攒东西，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囤积东西的癖好，什么咖啡罐、果酱瓶、罐头瓶等等，甚至喝完的饮料瓶都不舍得丢。如今的房价这么高，厨房的橱柜空间本来就很有限，你就忍心用来放空罐子吗？而且这些瓶瓶罐罐本身不会过期，但是没洗干净会残留一些味道，会有卫生疑虑，如果不幸招来蚂蚁和小强，那更是给自己添堵。因此建议没有用到的空罐子尽量丢掉，省空间又卫生。网友丫丫的小辣妈，之前空的瓶瓶罐罐都舍不得扔，总想着可以改造一下用起来，结果就是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，越多越乱。事实证明，攒这些空的瓶瓶罐罐真的没啥用，因为你真正需要的时候，要么想不起来，要么就是想起来了，也会嫌弃这儿不好看，那儿不统一，转而去买专门的收纳盒、储物瓶。所以不要犹豫，建议随用随丢。4、旧衣服、旧鞋子。人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，所以家里有一些旧衣服、旧鞋也能理解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些旧的没用的东西还是及时处理掉为好。这些旧的衣服，不管是因为过时淘汰了也好，还是因为破损变形了也罢，如果你确定以后不会再穿了，就不要再留了，因为放在衣橱里，大概率也只是吃灰占地方，而且每次换季需要整理了，还会徒增负担。破损、磨坏了的旧鞋子也是一样，再穿的话不仅不舒服，还会影响个人形象。网友反馈捡露珠的翟老师，每次整理衣柜，看见这些穿1-2次就不想要了的旧衣服，真的头疼，丢又舍不得，穿又不合身。劝大家真的不要乱买衣服。网友年少不知轻狂，多年不穿的旧鞋建议尽快扔掉，放在家里味道又大又占地方，特别是磨损变形或是氧化严重的，就别想着卖二手了，卖给人家也会招嫌弃，退来换去的也麻烦。8成新，不舍得扔的可以找上门二手回收的。5、快递箱子、包装盒。除非你是有钱人家，可以有一面墙的大柜子用于收纳这种精美的包装盒，否则的话奉劝你就不要留了，因为这些纸质的包装盒放久了一定会积灰变脏，脏了又无法清洗，如果是南方潮湿天还容易发霉。其次，这类包装盒一般尺寸还不统一，会浪费特别大的收纳空间。另外，即使用来当收纳盒，还需要分门别类的贴上标签，不然很不好找。
此外，还有各种大小不一的快递箱子，又脏又占地方，而且还不值钱，攒了一大堆，可能只够买2根雪糕的。网友艾特我是小米粒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姐妹？平时就喜欢囤积包装盒、纸袋啥的，放在家里又用不上，又占空间，又舍不得丢。每次打扫家务、整理房间都给自己累个半死，真不知道图个啥。网友艾特兰兰姐，听我说，真的不要囤废纸盒了。我家积攒了大半年，堆了小半个房间的废纸盒，花了1个多小时整理时间，上下楼跑了6、7趟，卖废品才卖了34块钱。听到收破烂大爷报完收购价，真是吐血。听句劝，不要懒，快递盒在驿站就给它扔了。6、一次性餐具。现如今，点外卖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毕竟比起亲自做饭更加方便省事，而且吃完饭省去了洗碗的烦恼。但是每次吃外卖时，商家基本都会赠送一些一次性餐具。我和爱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人，看到没开封的，理所当然的留了下来，不知不觉中囤了一大堆一次性餐具，越囤越多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日后能用到它们的时候真的不多，毕竟家里都有碗筷，总不能在家也用一次性餐具吧？而且商家为了节省成本，附赠的都是均价几分钱的廉价餐具，放久了再用也不卫生。建议大家没用的及时丢掉，或者点外卖时干脆选择不需要餐具，让生活更环保。网友艾特上岸小女孩，不知不觉竟然攒了这么多一次性餐具，每觉得扔掉浪费，但真心没用，装满2大袋后，最终还是丢掉了。建议大家点外卖回家吃的，就选不要餐具，放在家里不会用，占空间不说，质量不好的还有害身体健康。一个干净整洁的家，才能让人觉得踏实舒心。而且现在的房子都寸土寸金，就别去浪费空间，去囤积一些不会用到，最后迟早要被你丢掉的东西了。以上这6样中国家庭最该断舍离的东西，你家有没有中招？不得不说，当代年轻人可太有才了，为了省钱，总能脑洞大开 get 到新方法。就比如买垃圾桶就搜化工桶，买抽纸就搜散装抽纸批发，买马克杯就搜微侠马克杯，买卫生间地垫就搜微侠地毯，买家用手套就搜医用丁腈手套。其实很多生活日用品只要换个名字买，不仅价格跌破底价，关键还嘎嘎好用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了7个抠搜省钱的购物指南方法，小伙伴们照着学就对了。同样的东西，至少能帮你省1半的钱。1、保鲜收纳袋。家里的肉类还是果蔬，想要保鲜存储，必然少不了食品收纳袋。如果你直接搜密封保鲜收纳袋，几十支装的也要20-30块，价格不便宜。但如果你换成生物样品袋，那可就太划算了，100支的不到8块钱，随便用也不心疼。这种密封袋本来是实验室用来送装样品检测的，不仅厚实耐用，密封性也嘎嘎好。平时可以直接拿来分装一些水果和冷冻食品，放冰箱里还能防止串味。2、水杯。咱们平时不管是喝水、喝茶还是喝咖啡，必然离不开水杯。但你在网上搜水杯，样子普普通通的也要30-40块，价格虽不算贵，但也不实惠。其实没必要花那冤枉钱，咱们可以把水杯直接换成玻璃烧杯，那价格可太香了，1000毫升的才11块，巨便宜。高纯度硼砂和石英砂制作，比食品级标准材料还高，而且它还耐热耐高温，平时用它在微波炉或是电磁炉热牛奶、热茶水都超级方便。我家买来后，老婆每天都不离手，它上面有刻度，可以满足她每天定量喝水的需求。3、伤口防水贴。如果身体上有伤口或是术后想洗澡的话，就要用到防水贴。大部分人都会去网上下单，这玩意在药店买，几片装的都要10几块，价格死贵。但如果你换成 PU 防水敷料，价格便宜到无法想象，足足5米长的才8块，用到天荒地老也不心疼。这种医用胶带 PU 膜甚至比单片的创口贴还好用，不仅防水效果杠低，而且就算贴一整天也不会有痕迹。关键它还可以根据伤口大小拆切适合的尺寸。身体有小伤口不方便碰水，洗澡前就贴上这玩意，简直不要太好用。4、毛毯。家用毛毯这玩意，不管你是去商场买还是网上购物，但凡是稍微看上眼的，少说也得180块，价格不是很友好。如果不想当冤大头，咱们可以直接搜叠10条毛毯，上百种款式面料任你挑选，价格还很美丽。
我家前几天买的这1.2米乘2米的尺寸才花了35块，虽然珊瑚绒面料，但根本不掉毛，品质和手感真的不输大牌。这么和你说吧，叠石桥能在南通发展成国际家纺城，凭借的就是质优价美和信誉口碑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江苏南通也是4件套的源头供货地，买家纺产品性价比超高。5、食品收纳罐。前段时间老婆心血来潮买了一堆五谷杂粮，让我买点食品收纳罐，方便分装储存。网上一搜价格，3只装的也要40-50块，咬牙买了6个，花了100多。后来无意间上网看到人家都用食品级啤酒袋当做收纳袋用，一个还不到2块钱，巨便宜巨方便，不仅防潮防虫，还不占地方，收纳各种米和杂粮，装没喝完的扎啤也好用，关键它还有提手，密封性也好，真的是挖到宝了。6、湿巾。之前家里用的湿巾都是去楼下便利店买，80片装的也要10几20块。结果上个星期去同事家聚餐，看到人家用的是桶装巨无霸湿巾，500抽1桶装，价格才20出头，真的是超实惠。关键它还有杀毒除菌功效，酒精浓度高达75%，用着一点不比普通湿巾差。这种桶装湿巾是抽取式的，单手就可以操作，随抽随擦。平时擦手机、擦桌子，甚至可以拿来擦鞋子，一点也不心疼。家用真的是太香了。7、相框。大家出门旅游，免不了会拍些照片，回到家就像买相框，挂在墙上当做留念。如果你网上搜相框，颜值还算不错的，少说也得20-30块，关键很多还是密度板内衬的，不环保不说，味道还很大。咱们可以直接换成磁吸相框 ，A4 纸大小的，一个才2-3块钱，边框什么颜色的都有，很百搭。用它代替传统相框，简直不要太香。放日历、放照片，随意替换，还可以放孩子的画作或者奖状，买大一点的，还可以放海报。操作起来也很简单，咱们就把照片夹在中间，上下两侧会直接吸住，结实的很，根本不会掉。家里有相框需求的，真的可以多囤一点。如果你也有换个名字就能买到的便宜好物，欢迎评论区分享，一起做省钱达人。很多人在装修第一套房子时，心劲儿都比较大，往往是什么新潮就装什么，什么流行好看就选择跟风，大有不把钱砸光就誓不罢休的架势。但等到入住后，就会发现很多流行的网红设计根本就是华而不实，中看不中用。当初装这些东西有多积极，现在就有多后悔。所以如果装修第二套房，绝对不会再装下面这9样东西，不是误导，是真的受够了。1、不装哑光砖。很多人被哑光瓷砖的质感种草，但如果你家没有保姆，我劝你别装，这玩意就是个美丽的废物，中看不中用，太难打理了。借用网友的话来说，过人必留印，稍微脏点就废废，既想要质感又方便清洁的。听劝，咱就选肌肤釉面的柔光砖。2、不装隐形晾衣架。咱也不知道为啥现在装修都要装个隐藏式晾衣架，这玩意坏了就得拆掉顶不说，还就一个杆，哪个好人家挂衣服就用一个杆？再说了，居家过日子哪家不是天天挂衣服，怎么隐藏？所以不要听什么隐形好看，家装实用才是王道。3、不装悬空电视柜。千万别想着悬空柜不落地好搞卫生，但等你入住后，电视柜抽屉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，经常开抽屉拿取东西就会导致它头重脚轻，时间一长，电视柜下坠变形，墙面离缝，老丑了。信我的，就选落地柜，一样好搞卫生，这才实用。4、不装半墙卫生间。只要跟风做半墙卫生间的，就没有不后悔的。刚装完挺好看，等入住半年后，你会发现洗漱用品、毛巾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全都堆在外面，看上去乱七八糟的。再高级的装修也都毁在这上面了。听劝，咱就做个干湿分离、全封闭卫生间。5、不装玻璃柜门。喜欢玻璃柜门，把家里的餐边柜装上一组就够了，千万别在衣柜和橱柜上都装上玻璃柜门。你看样板间好看，那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摆拍给你看的。生活毕竟不是样板间，你家不是睡衣睡裤，就是毛衣毛裤，花花绿绿的，能好看吗？而且玻璃门积灰，一留手印也不好打理。6、不装客厅大茶几。客厅茶几的主要功能就是放个水杯和遥控器，剩下放的全是没用的东西。茶几越大越显乱，还显得空间拥挤且局促，不如换成一个小巧、轻便、方便移动的小边机，让你家的客厅更敞亮一些，也有个更多的娱乐活动空间。7、不装蜂窝大板吊顶。厨房和卫生间别非蜂窝大板吊顶不装，你家也就5-6个平方，再装完吊柜，那还能剩下多少地方了？这属于钱没花在刀刃上，一点用处没有。关键是入住后，你也不会天天抬头盯着它看。
卫生间也都不大，不如选300×600的纯白色铝扣板，价格便宜还实用。8. 布装岩板一体盆。浴室柜的岩板一体盆10家装修，有8家后悔的，剩下那2家是还没入住呢。所谓的一体盆实际上都是打胶拼接的，全是卫生死角，后期还有掉底的风险。同理，还有岩板陶瓷台下盆，咱就选陶瓷一体盆，真正的一体，好打理，颜值也不差。9. 布装隐形踢脚线。就为了一个踢脚线不藏灰，又得刨墙，又得给墙面做规方找平的，光施工工费就贵了不少钱，就问你值得吗？再说了，后期如果贴壁纸还没办法胶圈，打理卫生还容易擦到墙面。普通家庭装修别整那么复杂，就选和门同色的木质踢脚线，实用放在第一位。说在最后，装修千万不要头脑一发热就啥都往上整，尤其是以上这9个不实用的网红设计，入住后又后悔，那真是花钱买罪受，得不偿失了。房子装修，不管选购材料也好，还是置办家电也罢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，因为一旦选错了，不仅会影响整体美观度，入住后的体验也会很糟糕。我家装过2套房子后，终于悟明白了，家里这7样东西，听我一句劝，只要空间允许，尽量买大的，比小的更实用。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，装修时哪些东西买大不买小，一定把钱花在刀刃上。1. 电视。虽然现在大家更习惯用手机或平板追剧、看电影、玩游戏，但不可否认，电视依然是家庭装修必不可少的刚需家电。对于电视尺寸，很多人会告诉你要根据最佳观看距离去选择，结果买回去挂在墙面上，就好像挂了一块瓷砖一样，毫无存在感。所以电视购买时，只要在预算范围内挑个尺寸最大的，一定不会后悔。因为即使平时不看，挂在客厅里也会很显气派。建议客厅开间超过3米的就往75寸以上买，开间在2米左右的也至少得买个65寸的。记住，电视够大，看的时候才有观影感，毕竟55寸电视和75寸的电视给人的视觉感官真的不一样。当然，如果超过4米的开间，建议选100寸的激光电视或者投影幕布，性价比更高，偶尔看个电影体验也会更爽。2. 瓷砖。不管是客厅地砖还是厨房、卫生间墙砖，尺寸一定别选小的，不然缝隙太多，不仅影响美观度，后期清洁卫生也麻烦。所以听我一句劝，地砖和墙砖的尺寸尽量选大的，瓷砖的规格越大，铺出的效果越好，越显大气。建议客餐厅首选1.5x750规格的，目前这个尺寸的比例是最好看，也是最上档次的。实在预算有限，就用800x800的瓷砖通铺，效果也尚可。切记不要选1.2x600规格的，铺出来太显小气。但厨卫的墙砖最适合1.2x600的，竖着贴刚好2块砖到顶，2.4米的高度，缝隙少，看着房子也显高。3. 电线。有些装修公司为了偷工减料，水电改造的时候敢给你全屋用2.5平方的电线，等你入住以后就会发现，但凡稍微用点大功率电器，那真是哪哪都跳闸。所以记住，入户线够大，用电才安全。建议最好是用10平方的，后期全屋的电器即使同时打开也都毫不吃力。其次，还有客厅空调以及厨房和卫生间的大功率电器，至少要用4平方的，而且都要单独做一个回路。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它们之间互不干扰。其他的普通插座与照明建议用2.5平方的即可，但也要单独做回路，用电更安全。4. 洗菜盆。不管你家厨房水槽是做台上盆、台中盆还是台下盆，选单槽还是选双槽，只要记住一点，放不下锅的水槽都是鸡肋。所以我的原则是，厨房小，首选大单盆，能容得下锅才好用。如果厨房足够大，再考虑超大的双水槽。选购时记住以下3点：第一，选择304不锈钢材质的，要认准 SUS 304标志；其次，选择纳米涂层的，才能不沾油污；第二，水龙头要选能抽拉的，这样后期才能更好的无死角的清理盆底卫生；第三，安装工艺推荐做台下盆，担心不结实会掉的，可以在下面固定几个卡扣就没有问题了。5. 网线。装修时网线很不起眼，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，但它却是你入住后使用手机、平板、电脑以及智能电器的基础。想要上网不卡顿，获得行云流水的冲浪体验，建议标配超6类网线。这个东西一套房子用不了多少，就拿120平3房为例，最多也就用个大几十米，真心花不了几个钱。
所以千万别省，一定要选品牌的，别图便宜买杂牌。像秋叶原、安普、山泽、绿联都是不错的。6. 柜子，小家越住越大，都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不管是你家的鞋柜还是衣柜，尽量做大别做小。家里的柜子做得越大，收纳空间越多就越好。做柜子我的建议是，尽量选择定制的，不选成品柜。一方面是因为定制设计柜布局更灵活，空间利用也更充分。另一方面，美观度和颜值上也要优于成品柜。鞋柜设计建议多做活动层板，这样方便存放不同尺寸的鞋子。衣柜设计建议做通顶的柜子，装得多，多加几个抽屉，收纳起来更方便。另外，内部设计记住一个原则，必须要多做挂衣区，少做叠放区。叠放区做多了，拿取不方便，还显乱。7. 冰箱，现在囤菜都是日常了，所以只要家里放得下，就往大的买。即便是3口之家，最少也要400升以上。小容量的冰箱，东西真的放不下。另外，购买冰箱时请注意这3点：第一，买风冷不买直冷冰箱，风冷不结霜；第二，想节能省电就买1级能效，尤其是国产冰箱；第三，要买双制冷系统循环，不买单系统的，这样才能保证冰箱食物不串味，同时保鲜与保湿的效果更好。为什么不建议做全屋瓷砖上墙？我家也跟风装了，入住3年后苦不堪言，现在真的很想拆掉重装。不得不说，在前些年，瓷砖上墙是相当流行的装修方式，其凭借干净整洁、耐用、易清洁，并且看起来高端、上档次等优点，深受装修业主们的喜爱。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现在大部分家庭装修几乎很少人会选择这种装修方式了，甚至之前选择瓷砖上墙的人，入住几年以后也基本都后悔了。近2年，我身边很多朋友家装修，普遍只选择在卫生间和厨房墙面贴瓷砖，主要考虑卫生好打理。除了这2个地方外，其他区域，比如说客厅、餐厅，甚至包括阳台，都不会选择瓷砖上墙了。为什么曾红极一时的瓷砖上墙会跌下神坛，不受待见了？在我看来，瓷砖上墙有4大缺陷，不可避免。看看我说的对不？1. 成本太高，近几年钱不好挣了，这一点相信很多人会感同身受。生意难做，工作难找，自然在房子装修上就选择节约预算，能省则省。众所周知，瓷砖价格本身就不便宜，并且贴砖用到的沙子、水泥也不少。有些人为了追求美观，还会选择大尺寸瓷砖，施工还会用到瓷砖胶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这个人工费也是出奇的高。像我家之前的房子，100平左右的面积，全屋瓷砖人工费就花了2万块，这还不算后期做瓷砖美缝的费用。可想而知，瓷砖上墙会增加高额的成本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此外，瓷砖铺贴上墙对技术要求还很高，费时费力不说，如果贴砖师傅不用心，施工时偷工减料，成功后会出现墙砖空鼓、缝隙过大、裂缝等情况，反而起到不好的效果。所以说，不选择瓷砖上墙，不仅能规避上面的这些问题，同时还能够节约成本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2. 安全性差。瓷砖上墙，很多人会担心瓷砖空鼓脱落，但这个问题真的不可避免。现在的瓷砖基本都是低吸水率的全瓷砖，瓷砖背部的孔隙都很小，所以对粘贴材料要求特别高，就算手艺好的贴砖师傅也会有空鼓脱落的风险，存在安全隐患。网友艾特阿宁呀，太吓人了，正在洗澡的时候听到一声巨响，马桶上方的瓷砖掉下来一大片。万幸的是，我在淋浴区，如果当时在上厕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后来找专业人士上门查看，敲了敲墙面，全是空鼓。网友艾特疯狂被婚祭，刚装修好的新房还没住多长时间呢，这个瓷砖背景墙就砸下来了。万幸的是，人不在家里，而且瓷砖上墙如果空鼓脱落了，后期不管是修复还是拆掉重装，都会增大难度。严重的话，还会因为拆除的时候影响墙体受到损伤。所以，为了杜绝麻烦和安全隐患，很多人装修也不再选择瓷砖上墙。3. 会凝结水珠。瓷砖上墙除了有安全隐患外，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表面容易凝结水珠，特别是南方地区的朋友会深有感触。如果遇到潮气闷热的天气，或是回南天，家里的墙面的瓷砖上全是这个水汽，源源不断的，刮不净擦不完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网友艾特莫小丽，最近天气温度突然高了，兴许是冷热交替的缘故。下班回家看到瓷砖墙面都是水，小水珠滴滴答答落下来，真的是水帘洞不过如此。
如果说瓷砖表面凝聚大量水汽，不但会影响墙面美观性，还会造成墙体受潮发霉，严重的话还会影响房子的建筑寿命。比如说墙体或楼顶出现裂缝，搞不好下雨天这个墙壁和楼顶甚至都会渗水。4. 缺少温馨感。瓷砖上墙虽说看上去高端上档次，同时还便于清洁和维护，但这种装修方式也是有利有弊。比如说瓷砖的手感冰冷，如果是冷天的时候碰到这个瓷砖就一股寒气，特别的不舒服。此外，如果家里地面墙面全部贴瓷砖的话，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，就是说整体效果会缺少家的温馨感，回到家后就有一种很阴冷的感觉，不温馨不舒适，居家的幸福感也会下降。网友艾特莱茵和盼的爱完犊子了，瓷砖上墙踩坑，花了几十万的装修，被亲戚朋友吐槽是妥妥的澡堂风，重装成本太高，只能选择妥协将就了。网友艾特张小姐，千万别选瓷砖上墙，真的丑爆了，钱没少花，一点家的温馨感没有。被很多人吐槽说像什么公厕、澡堂、冰窖，甚至还有说是酒店大堂的，现在要哭晕在厕所了。而且瓷砖不比乳胶漆和壁纸、墙布，选择的花纹和颜色都比较少，全做瓷砖上墙不仅很难搭配家具和软装，还不能营造出舒适的氛围感。总的来说，这个瓷砖上墙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装修方案，完全是个鸡肋。大家在权衡利弊以后，谁也不想给自己装修留麻烦，能省钱省事，何必自找苦吃？所以这个瓷砖上墙热度下降，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，也是必然的结果。再次奉劝大家，在装修时，如果打算做瓷砖上墙，一定要深思，看以上这些缺点是否能接受，避免钱花了，入住后再后悔，也来不及了。居家过日子，购买家电的本质无非是借助它来提升方便性和生活品质，但有些家电已经被市场淘汰，或是正在处于被淘汰的边缘，劝大家就不要再购买了，不然买回来不但不能解决生活痛点，还吃灰占地方，白白花了冤枉钱。本期小东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大众网友们的反馈，总结出4种正在被淘汰的电器。如果近期有置换家电的需求，建议你耐心看完，别再往家搬了。1. 水槽式洗碗机。所谓的水槽式洗碗机，就是水槽和洗碗机是一体式的，凭借可以一边洗菜一边洗碗，拿取碗筷不弯腰，更节省橱柜空间等优势卖点，在前些年销售火爆。但纵观现在的洗碗机市场，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，甚至到了被淘汰的边缘。究其原因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与普及率更高的嵌入式洗碗机相比，自身的弊端太过明显。说实话，大家愿意购买洗碗机的初衷，就是想解放双手。反观水槽式洗碗机，一般容量只有6至8套，清洗一次碗碟的数量很有限，稍微大一点的锅具还需要手洗，实用性太低。还有网友吐槽，所谓的节省空间也是无稽之谈，虽说不占用橱柜位置，但却占用了水槽位置，结果导致水槽也小，洗碗机容量也小，相当鸡肋。另外，动辄5、6千的价格也毫无性价比可言。反观嵌入式洗碗机，容量更大，基本都是10套起步，功能也更加丰富，消毒杀菌，长效存储，不洗碗的时候还能当消毒柜用。这些优势对于水槽式洗碗机来说，简直是降维打击，所以被市场淘汰也不足为奇了。2. 极热式热水器。什么是极热式热水器？其实就传统储水式电热水器升级换代产品，号称可以像燃气热水器一样提供源源不断的热水，而且这种热水器外观小巧，体积不大，相比老式的电热水器更节省卫生间空间。对于没开通燃气的家庭来说，看似很实用，所以很多人不顾一切的跟风购买，但买回家真正用过一阵子后就纷纷后悔。比如说超级耗电8500瓦的功率，每个月基本都是100度电起步，还有用水体验也很一般，冬天水不能开太大，不然就不热。此外，因为自身功率太大，安全性也没办法保障，还有漏电、跳闸、短路的风险。还有网友发现，市面上的极热式热水器几乎都是没听过的杂牌厂家，质保也只有1年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产品故障率高、性能不成熟的弊端。所以这些实打实的缺陷也注定了它的落寞，因为越来越多的负评，买的人自然就少了，逐渐被淘汰，也在意料之中。3. 定频空调。还有很多人不知道，现在国产品牌已经不再生产定频式空调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还能通过线上或线下实体店买到定频空调，无一例外都是被淘汰的库存产品。说到定频空调，与如今的节能变频空调相比，确实有一定的优势。
比方说，价格普遍更实惠，同样是一匹空调，相同品牌，定频空调普遍在1500元以内，而变频空调基本都要超过2000元，甚至3000元。其次，定频空调的结构相对简单，因此维护成本也低，家用1-20年也没啥大毛病，就算坏了，维修起来也不复杂。但是如果从使用体验上来说，就不尽人意了。比如说，被消费者诟病最大的缺点就是温控效率太低，室内温度忽冷忽热，体感太差。这是因为定频空调开启后，只要达到设置的温度，就会停止工作，等待室温降低或升高后，再开启压缩机继续工作，反反复复，非常折磨人。其次就是耗电量大，与变频式空调相比，同样的功率，1个月下来多交出的电费高出1倍不止。综上原因，才导致它被市场淘汰。所以也奉劝大家，千万别图一时便宜再去购买定频空调了。4. 饮水机，曾经风靡于各个中产家庭的传统饮水机，如今也逐渐淡出市场，被淘汰了。很多70、80年代的人对这种老式饮水机还有执念，觉得成本低、省心，桶装水喝着干净健康。如果你也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为啥现在市场上很少见到这种饮水机了？离不开几个比较明显的缺点。比如上置水桶的设计导致换水很麻烦，对单身女士或力气不够的老人来说很不友好。其次就是水温不能调节，要么喝冷水，要么喝热水，没有恒温水。此外，干净健康程度也并不如大家想的那么好，这玩意内部根本做不到彻底清洁，导致非常容易积水垢、滋生细菌，长期使用对身体危害很大。反观现在的极热式茶吧机，就是这种老式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。不仅换水方便，而且可调节温度，也逐渐取代了饮水机的地位。当然了，经济条件允许，还可以选择净水机搭配管线直饮机，性能与便捷程度都吊打当下所有饮水电器。总之，不要选被淘汰的传统饮水机就对了。